帮忙。真是的，把衣服脱了。走。老公，把衣服脱了，来。老公，你醒醒！你去哪儿喝了？你给谁喝的？你醒醒！你说呀！王静，你跟谁鬼混去了？你说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不是你干什么呀你？昨天晚上上哪儿鬼混去了啊？衣服上都是口红印啊！喝完酒跟人上床了吧？不是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胡说。手机屏保是你们俩的合影，还上了密码，有什么不能看的？不是你一大清早的吵吵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我昨天喝多了吗？你喊什么？要是没有什么不能看的，解锁给我看的。你要看什么？好，你看，你可劲看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会出现在你的手机里面？你骗谁呢？骗鬼呀！谁信呢？行了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得上班去了，公司一堆事儿呢。你上哪儿去？你给我回来！你是不是找了一个女人鬼混去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？你妈那样对待我，我已经够受了，你还要拍那张照片来刺激我？行了，有完没完啊？我就在酒吧喝了点酒，怎么了啊？我告诉你别烦我，我现在心里堵得慌。你嫌我烦了？你在家看到我就嫌我烦，出去看到别的女人就不烦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们见过几次面？肯定不止一次吧，不然也不会给你发那样的照片。行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在酒吧喝了点酒，我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谁信的？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口音哪来的？照片哪来的？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笑吗？够了！你回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给我站住！王静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就喝了点酒，你不能相信我吗？你们照片都拍了，谁信你编的鬼话？你不相信我，那你问我干嘛？你喊什么？跟我说那是谁？你烦，我还烦呢。我现在总算搞清楚了，你为什么总对我那么凶。我把叶景一关起来，你那么大的反应，原来是看我不顺眼了。能不能小点声啊？妞妞还在睡觉呢。怎么了？说到你痛处了啊？忘不了叶静怡呀？现在搞出这么个女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神经病！你干嘛？哎呀，又怎么了？真是！哎，又怎么啦？你要去哪儿？放开！快把我逼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儿子，怎么了？我在这待不下去了，我出去冷静冷静。哎，你怎么能走呢？要走人是他走啊，他逼走的叶静怡。哦，现在要把你逼走，你破坏了我儿子的婚姻，你就是想怎么样啊你？你不知道情况就不要乱讲话。现在是你儿子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你胡说八道！哎，儿子，这个狐狸精啊，你究竟想祸害我们家到什么时候啊你？也许我真的该放手了。
喂，静怡啊，怎么了？明天是星期六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去野餐吧。你说你要跟我一起野餐吗？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明天见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嘞。嗯，拜拜。锦江，我是为你好。别拍了，来，再来。来，1、2、3，下一个。好的。跟小孩子一样。漂亮。快过来吃吧。这么漂亮的景儿，这么好看的人，不拍2张的话，枉费我带这么贵的相机了。再不吃凉了啊！来喽！哎呦，把你的宝贝收好了，碰坏了我可赔不起。宝贝，我虽然喜欢相机，但是谁是宝贝？你是我的宝贝，知道吗？知道这款相机的型号吗？09年的 EOS 7D，再加上这个50 1.2红头，很经典的。我可不知道你这发烧友在说什么。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才把他请过来。你可是第一次给我做饭吃。我不懂那么多，快喝了我做的汤吧。别着急，你这完全是艺术品，我得再拍拍，先拍2张。我一直想给你做顿饭，好好感谢你，你帮了我那么多。帮了我这么多，应该的。再说你本身也是那么优秀。我有个愿望，如果我这辈子都能吃上你做的饭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你怎么又打烂一个呀？啊，你手上长钩子了？这怎么你每次洗碗你都要打烂几个？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呢？你收拾一下呀！你要等着别人给你收拾啊？我洗完了再收拾。你要是不愿意洗碗的话，你就说一声，别拿盘子撒气，行不行？我从来就没看见叶静怡打烂过什么东西。妈，能不能别提叶静怡啊？我已经快被逼疯了，就别挑我刺好不好啊？你又喝酒了？我看你呀，只会喝酒耍酒疯。妈，王静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了。你别胡说，我只看见王静因为你而丢了叶静怡，我从来没看见她有别的女人。可是我已经看到短信了，还有她和其他女人的照片。男人在外面应酬，难免会碰见些男男女女。叶静怡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儿怀疑他。叶静怡，你别提她！你干什么你？你冲我吼什么呀你？妈，我告诉你，如果王静今天晚上不回来，我真的会疯的。你会疯，我才会疯的！天老爷，天老爷呀，我怎么娶了你这种疯媳妇儿了啊？王静啊，王静，你非要把妈逼疯不可呀！我的天哪！你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都快撑死了，很久没吃那么多了。哎，静怡，这儿景色特别好，来，再照2张，1、2、3，再来1张，来看我，笑一下，1、2、3，好嘞。咱们俩合1张，看这儿啊，近点，1、2、3，再来1张，1、
3，好嘞。那个，我们找个地方坐坐，聊聊天吧。你累了吧？走。喂，静怡，静怡，怎么了？你是一直在等叶静怡的电话吗？有话快说。我是你老婆，我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你说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？喂，喂，怎么了，静怡？有心事啊？说出来。清江，其实你不了解我。我了解你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？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情跟你享受生活。我知道，你其实没有心思跟我谈情说爱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。你不懂，复仇。其实我一直爱的人是王静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。按我的理解，那不叫爱，那只是一种习惯而已。我非常理解，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，甭说是个人了，就是个小猫小狗，它也有感情。但那只是习惯而已，都会过去。你现在并没有走出阴霾，这需要时间。我要跟你说多少遍，我爱的人是王静，你难道听不懂吗？当我发现他背叛我的时候，我死的心都有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我还爱着他。我之前打不了电话，你能给我电话吗，叶静怡？静怡，你现在是当局者迷，但是我在外面看得很清楚，你是不能释怀这件事情。没关系，我等你，我有这个信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我只会站在一边，默默地守护着你。清江。喂，妞妞他爸。你怎么样了呀？感冒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为了你和妞妞，我也不会倒下。对了，我有事要和你商量，我们一会儿见个面吧。我一会儿到你那儿去。一会儿见。听到了吧？知道我为什么进 Powerland 公司吗？因为这样我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王静。我想重新做回妞妞的妈，重新夺回属于我的位置。你别再跟我演戏了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对吗？你很清楚，你对他已经不是爱了，甚至连恨都不是。你知道吗？爱的反义词不是恨，而是遗忘。总有一天，
你会忘记这一切的。将来的日子，你会和我在一起，我坚信这一点。谢谢你对我的理解。要走了吗？我还约了王静。喂，儿子，是我。妈，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你不回来吧，我就睡不好觉，我想你想的心疼。儿子，你说当初你干嘛甩的静怡呀？要说走一个的话，那也应该是姚倩倩呐。妈，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我要给姚倩一个颜色看看。你说现在吧，这算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干脆和姚倩倩离婚，把静怡再娶回来吧。那好，你忙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行，妈。工作了，出去。我会尽量说服于总，不是倩倩干的。谢谢。老公，儿子，这个狐狸精，啊，你究竟想祸害我们家到什么时候啊你？做错事的人明明是他，凭什么还敢这么横？静怡，喝点茶吧。云南的普洱。谢谢，我不会待太久的。怎么周末还在工作呀？你还不知道我就是工作狂。对，你是工作狂，从来不知道给自己放假。你跟倩倩最近怎么样了？搬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这样做，她多难过。赶快回家吧，有什么事情说开了就好了。他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能说开啊，早就说开了。到底是什么事呢？那天呢，本来我是去找你的，后来在酒吧喝多了，回到家之后，他就跟我大吵大闹，对我不依不饶。然后我烦了，就搬出来了。算了，不说这事儿了，咱们换个话题吧。我来是跟你商量，我很久都没见妞妞了，你看能不能让我见见她？妞妞，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有事要商量。是吗？本来我们前2天就约好的，因为我临时没能赴约，
所以就约到现在了。哇，这花是用来干什么的？真的很漂亮。叶静怡，我拜托你没事的时候，别总来找我老公。倩倩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公，我来给你的办公室换个环境啊。你闻闻香不香？香。我先走了。我说的是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等你电话。你要走了，是不是夹在我们夫妻之间，感觉很尴尬啊？那就快点走啊！你还是好好劝劝王静吧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静，还是回家吧。倩倩这样做也不容易。拜拜。哎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。真是烦人！不是你干什么呀？啊！当着叶静怡的面，你干嘛要那么刻薄？你不回家，是不是就为了见他呀？你又来了是吗？昨天还没吵够是吗？我去工厂了。静怡回来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觉得有点累，我回房间休息了。你真的没事儿啊？没事儿。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我只会站在一边，默默的守护着你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忘记这一切的。将来的日子，你会和我在一起，我坚信这一点。知道我为什么进 Powerland 的公司吗？因为这样，我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王静。我想重新做回妞妞的妈，重新夺回属于我的位置。静怡，你怎么没吃饭就睡？静怡，你哪不舒服吗？哟，怎么烧得这么厉害呀？你怎么不说一声啊？我没事吗？还没事呢。彤彤啊，彤彤，哎，怎么了？给你姐找点药，你姐发烧了，快去快去。哦，好。妈知道你是为小鱼发烧的，妈这就打电话问他到底喜欢谁啊？妈，别再给他打电话了，我求你了啊！静怡啊，你别想的太多了。你妹妹说她不喜欢美美。妈，你一定很希望他过得好吧？我不能给他幸福，所以以后不要再骚扰他了，求你了，妈。喂，是我。事情怎么样了？明天各大卖场都要准备好。好的。销毁一切证据。
再提醒你一遍，如果事情搞砸了，我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的。哎呦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倩倩说什么了？不是，你说，你闺女怎么老吓唬人啊？怎么了？她说我要是出错我就完蛋了。你说我是为了谁呀？啊，我拼了命的，不还是为你们母女俩吗？对呀。有时候想起来啊，真的挺没劲的。哎呦呦，至于吗？可能是倩倩是提醒这个事儿的严重性。哎，老赵同志，你这次要是成功了，那以后我们什么都不用干，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是为他打工呢。什么？我为他打工？我是跟他妈一起生活的人。哎，对了，那钱到位了吗？啊，什么钱呢？哎呦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，我亲爱的瑶，不是就是卖叶静怡设计图那钱吗？哦，你是怕我问你要钱呀，还是怕我偷你钱跑了？哎呦，我哪有这意思啊？我觉得吧，我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的钱还是我的钱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好，那您让我闻闻钱味儿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于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产品被伪造了，各大卖场都在出售。啊？你看看。天哪，这不是跟我设计的几乎一模一样吗？看这家伙，这件怎么一模一样啊？海波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还有不到1个星期就要商展了，静怡，这满大街都是你设计的衣服，到时候怎么参加呀？海波，进来一下。看什么看？你难道不会敲门吗？是你，对吧？什么？想来想去，也只有你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你说什么呢？之前抄袭，现在干脆把它卖掉，你怎么那么无耻？就那些廉价的低摊货，你觉得值得我做吗？什么？大家都夸你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很有本事了是吗？我现在想想，虽然不知道那些地摊货是怎么弄出去的，但我觉得还真找到了一个好卖场。姚倩倩，也只有你能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，我一定会查出实情。好啊，你去查好了。哼，就怕一切都晚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手上已经有一份策划好的方案，所以商展不会有问题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你这个混蛋！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不要惹我，要怪就怪老天爷好了。你以为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就能赢我吗？如果让我查出是你干的，你还能像现在这样淡定吗？我们走着瞧。小姐，这里都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，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拿给你试试。老公，怎么样了？他没同意。没同意？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一定会回来求我的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对了，倩倩，
叶静怡的设计被泄露的这件事，跟你没关系吧？自从上次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大家都在怀疑我。如果我还做的话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呢？我也相信，你应该跟这件事没关系。谢谢你啊，老公。对于我来说，你是我唯一能依靠的人了。倩倩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这次是你恢复首席设计师名誉的大好机会，你一定要全力以赴。放心吧，老公，我一定会打败他们，让他们无地自容。倩倩，你能不能谨慎点儿？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小心。我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，跟那种大街上随便什么人都能模仿的叶静怡的作品是不一样的。倩倩，自信是好事儿，但是小心无大错。不用担心，老公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今天晚上，你一定会回家，对吗？回家。哎，人呢？出去调查了，还没回来吧？喂，于总。哦，静怡啊。哪儿？我在盛和服装加工厂。好，马上来。拜拜。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？姑娘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在这儿来给我上法律课。你如果要是有证据想告，那你就去告我呀。那你起码可以告诉我那些东西你是从哪儿来的。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啊？告去，是不是？随便你。你们，于总，你是这儿的负责人呐？怎么着啊？哦，你好，我是华锦公司的，我叫于清江。哟，于总，我听懂了，他的意思是，他只收到了一份传真。哎，是，其实啊，这个人我都没见着。那传真号码是多少？传真号码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不过你们想一想啊，这个传真这个东西啊，随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的。那倒也是。其实啊，开始我也觉得奇怪，因为它不光是这个一份这个设计图案的复印件，而且呢是你们公司的这个样品委托书。我们公司的样品委托书。是啊，他们拿着这样品委托书互相传递着看，像这类的事情啊，纯属是罕见。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。这样吧，你帮我找到我们公司的这个泄密者，这订单归你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那我们公司只能找律师起诉你们了。到时候你们这儿就关门大吉，你看着办。于总啊，行了，不用再聊了，走。留步。于总，我们的话还没说完。看见没有？以后这种事儿别自己来，来了人家也不告诉你，知道吗？这次我想的的确不够周全，多亏你来了。别这么说，这事儿其实不怪你。现在这委托书已经落在人手里头了，所以我就可以确定，公司有人故意泄密，为的是给你施加压力。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证据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会替你做主的。谢谢你。来，庆祝我的老公回家，庆祝你的老婆重新恢复茱莉亚的身份。你还没被确认为首席设计师呢。
他们还有余地吗？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，干杯！不管是作为你的老婆也好，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相信我。你也要相信我。我相信。静姐，这么早啊？早上好。叶静怡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谈。叶静怡，看看吧。你不觉得我设计的这些衣服一定会大卖吗？你还真是自信。你这么得意，是因为觉得打败我了吗？我伤到你自尊了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家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看到你的真实面目呢？你只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罢了。姚倩倩。你怎么还没有克服那种自卑的心理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给玩具娃娃设计衣服吗？等我们都做好了之后，他们都说我设计的比你好。其实，你设计的一塌糊涂。所以呢？所以，笨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会因为你是娇小姐而改变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这么自卑。原来你的潜意识里对小时候被我打败的场景念念不忘，所以就把我的设计偷出去卖掉，然后来陷害我。你别血口喷人，你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强压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已经不是千金小姐了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不过是一个新手，就算是离开公司，对自己的声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而你就不同了，到时候王静会怎么对你呢？你大概不知道王静有多爱我吧？你还是不了解王静。在她的心里，事业比爱情要重要。如果你影响了公司的发展，她会毫不犹豫地除掉你。到时候，你不会还以为她是爱你的吧？叶静怡，你一定很忙吧？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喂，娟子，我敢肯定是姚倩倩干的。没错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她不会亲自动手，一定是让别人把设计卖出去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。知道了，先这样。我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呢。哎呀，静怡呀，好久不见了啊！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那个，是不是来找倩倩的？啊，对对对，你忙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妈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了？说什么呢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不要扯到我妈身上，好不好？那怎么看起来像做贼一样？什么叫做贼呀？神经病！公司会尽快的调查这起泄密案，同时希望大家精诚团结，不要分心，重新拿出一个设计方案来。于总，你是在说我的，
还是说叶静怡小姐？由于时间紧迫，这次的首席设计师仍然是姚倩倩。那叶静怡的设计怎么办？如果全部废弃的话，损失会非常严重。这个责任谁来担？于总，您来担吗？王董，现在讨论这个还为时过早吧？没关系，这个责任全由我来负责。当然了，如果期间找到真凶的话，那就另说了。于总，即使你承担了责任，那也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。叶静怡的事情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了，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。我不同意，他不能继续来工作，他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。好了，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。还有，我们不知道这个设计到底是被他泄露出去了，还是被他拿出去卖了。在没有搞清楚的状况之下，我不打算把我的设计给他看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把自己的设计给卖了？好吧，如果公司因为我蒙受损失，我会负责的。姚倩姐，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于总，你总是替他说话，有失公平吧？行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负全部责任。满意了吗？你们现在争来争去也没有用。于总，你要记住你刚才说的话。当然。散会。喂，妈。静怡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？就是你给王静抓药的那个医生，就那个中医啊，你有他的电话吗？那个中医的电话，我回头找找吧。要不干脆我抓好了药，给您送到家里吧。哎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就这样。奶奶，你看我画的画。哦，哎呦，妞妞，你这画的是些什么呀？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我。哦，那是妈妈，是哪个妈妈呀？是生你的妈妈，还是养你的妈妈呀？奶奶，你不识字吗？哦，奶奶眼睛花，看不清。那我来给你读吧。好。每年爸爸妈妈都要带我去游乐园玩，今年没去成，我想妈妈。哦，妞妞，想妈妈了？对，我想了。妞妞，奶奶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但是你要听话。明天啊，你的妈妈就会来看你来了。妈妈真的会回家来看我吗？啊，真的，但是你要保密。任何人都不能说哟。我谁也不说，妈妈就能天天回来看我了。对。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小乖乖，我的乖乖想妈妈了，真是。静怡，干嘛打电话呀？上去说多好啊。我现在的位置很尴尬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也是。你要是去家里的话，姚倩倩会不高兴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倩倩知道的。静怡，干嘛打电话呀？上去说多好啊。我现在的位置很尴尬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也是，你要是去家里的话，姚倩倩会不高兴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倩倩知道的。我也很久没见过妈和妞妞了。再说，以前拿药都是我亲自去的。你不用这么担心我。我怎么能不担心你？你身体不太好，总是出虚汗。我明天就把药给你送到家里去。谢谢。别这样，你身体健康了，妞妞才会幸福啊。我现在就去医院给你拿药。静怡，
要不我送送你？不用了，没多远。阿姨，哟，静怡呀，快里边坐。您这是在干嘛？要搬家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就把屋子收拾收拾。姚倩继父去哪儿了？你找老赵，他不会也把你的钱骗了吧？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你找他干嘛呀？我知道您不会轻易开口的。如果您真的为了姚倩倩好，那么就劝劝她，不要再对她放任不管，那样她的罪过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终免不了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静怡，你看你把阿姨都说糊涂了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您是聪明人，如果您现在就告诉我真相的话，我不会抓着姚倩错误不放。但是，如果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我会彻底查清楚，让她接受惩罚。您想清楚了，就给我打电话。接下来的产品都由你来设计，这是个好消息，但是万事都要小心。别担心，我到底要看一看叶静怡还能撑多久。别这样，等于新疆担下所有责任之后，这个案子就算过去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叶家就靠叶静怡一个人的工资在维持生计，如果叶静怡辞职了，他们该怎么过？你是在担心叶家吗？难道你忘了我当初因为叶静怡受了多大的屈辱吗？我知道倩倩，但是该收手了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你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，以后各大卖场都会有你的产品，这样我们的影响力会更大。你知道我很厉害的，你看到我的努力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去楼下看看妞妞，你先洗个澡。嗯。妈妈，哎呦，我的宝贝，想死妈妈了。我看看，长胖了。妈，你还好吧？好，来了就好。王静的药。哦，好，进屋吧。好，来。妈妈，我们回家。好。对。来，快来。哎呀，妈妈，我可想你了，我可拿你怎么办呢？这孩子，他天天跟着我，我说了别学我说话，你看，就是不听，我拿你怎么办呢？静怡啊，你看家里人嘛，现在各忙各的，就麻烦你给王静减药了。没关系，妈，你还好吗？嗨，什么好不好的，就那样呗，反正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不说了。对了，
妞妞，看妈妈做的新衣服，还有妈妈给你买的发卡。哇，我好开心啊！穿给妈妈看看好吗？好。妈，你帮她穿一下吧。好，妞妞走，我们去试新衣服喽哟，穿新衣服喽。套上外套啊，穿这只手，好了，再穿这只手。哎，来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妞妞哎，真漂亮啊！奶奶，我漂亮吗？哎呦，我漂亮，漂亮漂亮。妞妞，妞妞，妈，我们在这儿呢。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爸爸。哟，今天的妞妞真漂亮啊！妈，静怡呢？是不是走了？没有啊，她不是在外边吗？走，妞妞，咱们找妈妈去啊！来，走，找妈妈喽！找妈妈，找妈妈。妈，静怡，静怡，我在洗手间呢。哦，啊，你回来了。哇，太漂亮了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谁呀？那我先走了。亲家母，你干嘛呀你？他来干嘛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我这就走了。妞妞，跟妈妈再见。妈妈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乖，妈妈过2天再来看你好吗？不，我不让妈妈走。哎呀，天哪！妞妞，听话，来，听话。我送送你吧。好吧。再见。慢走啊！再见。妈，我先上班去了。好，慢走。哎呀，我真是看不下去了，我。你跑来干什么？是去公司吗？是，不过不用你送了，我自己走吧。我送你过去。我做不了，你做吧。做不了。叶静怡，你知道公司为了你都快倒闭了，你还好意思在这个地方耍脾气？什么？别在这装清高了。知道于总去哪儿了吗？知道他为你遭多少罪吗？你只顾着自己。
我告诉你吧，于总现在正在接受董事会的处理。董事会处理？王静说，董事们听到这些事情之后，都非常生气。于总为了你，差一点被开除。你难道一点都不内疚吗？明明是你做错了事情，却要让他替你受罚。做人应该有点良知吧？良知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怎么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？怎么，你沉不住气了？叶静怡，你留在公司，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威胁。于总袒护你，他受到伤害是最大的。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最好自己主动辞职。我知道，你肯定不愿意看到于总为你受伤。如果他这一次因为你而被开除的话，我能见一下于总吗？于总他在忙，要不您一会儿再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叶静怡是我的部下，不准开除。行了，我说了，责任由我来负啊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我会去找于总聊的。再见。哎，叶静怡，静怡，你听我说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董事会让你开除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这样做就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救一个溺水的人，不但救不了我，你自己也会被淹死的。你小声一点，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只知道你什么也没做错，你不应该被开除。于清江，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呢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对你这样的好心人没有兴趣，所以不管你做出多大的牺牲，我都不会改变心意。那你真是误会我，你是公司的员工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优秀的员工受冤枉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好，谢谢你，但是我已经打算辞职了。我是不会批准的。喂，什么？叶静怡来过？倩倩，你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这能不能出去？哎呀，倩倩，要和平友爱团结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出去妈！哎呦，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叶静怡来过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想妞妞了，我就让他过来了。他凭什么看妞妞，还来我们的家里面？因为妞妞想他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妞妞拿胶水把你撕碎的全纱服又给粘起来了，我想让他心里好受点。那你为什么把照片藏起来？啊？你也想叶静怡了吗？还要偷偷摸摸的看照片，不让我知道？我说了不是。反正以后叶静怡见妞妞的事情我来安排。我不想让她来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不想在家里面到处看到她的痕迹。王静，这是谁的耳环？这不是我的，是叶静怡的吧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叶静怡的。她怎么会来我们的卧室里面？你说，你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干了些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没有胡说八道。你们见了不止一次了吧？你是不是跟妈串通好了的？让叶静怡来了多少次啊？你们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到底干什么？如果我妈不说的话，你们还打算在这个房间里面鬼混多少次了？老扯着嗓子吼什么吼啊？你每天必须这么吼一遍，心里才舒服，是不是？妈，你进来的时候不知道敲门吗？我敲什么门呢？啊！你只知道冲着王姐叫唤，你关心过她的身体没有？你就别管那么多了。
如果我一直不问的话，你打算我骗到我什么时候啊？我骗你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让叶静怡来家里边？啊，就因为这个，你跟我儿子闹啊，所以你才派你妈过来当间谍，好天天监视我，是不是？哼！王进，来，儿子，把药喝了吧。一会儿再喝吗？趁热喝了，凉了以后就没药性了。瞧瞧你那臭脾气啊！你能和叶静怡比吗？儿子，你看当初叶静怡对你多好啊！啊，还把妞妞教育的那么可爱。你说你妈，赶紧上床睡觉，明天还上幼儿园呢。你看，哎呀，我说，倩倩，妈，妞妞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说你婆婆让我把睡衣给她换上，上床睡觉，可是孩子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死活就是不换。妞妞，听外婆的话，把睡衣换上好吗？我不。为什么不啊？这衣服哪儿来的？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，我要一直穿着它，一直穿着它。快走，上床睡觉，我的小祖宗。静怡，总是叶静怡。你好，叶小姐。什么话？你知道我接到你的电话有多高兴吗？哼。哦，约我吃饭，当然好了。小叶，就吃这些啊？这饮食啊，就和武术一样，越是路边摊，味道越好呢。听起来有点道理啊。叶精一专嘛。没错，我们坐这儿吧。好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对你这样的好心人没有兴趣，所以不管你做出多大的牺牲，我都不会改变心意。你不懂，其实我一直爱的人是王静。尝尝，吃这个？好吃，尝尝。嗯，真好吃。真的？是啊，哪个男人不喜欢吃烧烤、喝啤酒啊？不过说实话，这种地方我已经很久没来了。你以前也经常吃这种路边摊呀？很早以前，我跟我妻子谈恋爱的时候，经常到这种地方来。说实话，那段时间真是挺美好的。你一定很爱嫂子吧？曾经是。为什么说是曾经？对不起，来，碰一个。他给我生了2个儿子，就一个人先走了。我没想到他会走那么早，否则我会对他更好一些。哎，别老是说我，说说你啊。说来也许你不相信，每次经过这里，看到坐在这儿的人特别开心，就很羡慕他们。现在呢？你现在心情好吗？和你看到那些人一样开心吗？嗯，很开心。
谢谢你能陪我。哈哈，我可没那么大的魅力。于总，说真的，我和你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。这样说不会太唐突吧？话，小叶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需要我，就给我打电话。 难得于董今儿这么高兴啊！哎，不过我们要的那份东西可还在叶家人的手里啊。他叶静怡自作聪明，想放下诱饵钓我这条大鱼。好啊，那我就咬钩，我最终会跟他结婚。结婚？我们变成一家人，我看这份资料还有什么用？这里的环境还不错。 您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有啊。今天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是有心事儿吧？其实是，也没什么了。跟我说说吧，或许能帮上你什么。真的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。 如果我帮你解决了工作上的问题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能帮上您什么呀？做我的模特。模特？我请你喝好心咖啡。你都还没付钱呢。对啊，好心咖啡嘛，不用付钱的，走到这儿敲他一下，他就出来了。于董事长，你选的衣服在这里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就是让我给您当模特。是这样，我想送一些礼物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但这些衣服不知道哪件好看，所以只好把你请来当模特了。穿上它就可以了吗？ 可以吗？漂亮，非常漂亮。那就麻烦你把这几件衣服也帮我试一下吧。这边请，小姐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帮上忙？当然了，刚才你穿的那些衣服真漂亮，我是怕收礼的人穿着没你好看。 既然你帮了我的忙，我也应该有所回报啊。说说你的工作吧。只要在我需要的时候，您陪我聊聊天，就足以了。作为朋友，我希望你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在需要的时候主动向您开口的。怎么，今天还是不想坐我的车？我想走走。 看来我这个朋友还是不够合格呀，坐我的车都让你不舒服。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路上小心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